国台办隶属了民进党的罪恶，这是讨伐前的战斗檄文吗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7月2日下午国台办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，发布了一个文章。这个文章我们在微博上能看到，只要访问一下国台办发布的这个微博就行了。就看这个文章，给人感觉这是借了7·1讲话的东风国台办正在震怒，正在发飙。7·1讲话对台独势力的明确正告就是台独势力死路一条，而国台办这个文章呢，就是借势把民进党作为台独势力的代表狠狠地鞭打了一顿。当然了，按照我们以前写公文的习惯这段话说的是民进党，其实潜台词里边还应该包括几个字儿，叫做包括但是不限于民进党。毕竟台独势力可不仅仅是民进党一家呀，台湾有些国民党人的恶心程度跟民进党相比，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而且呢，这次国台办文章的用词那个语气也是难得的狠辣，不是原来那种苦口婆心劝孩子走正道那个味儿了。现在国台办这个文章什么架势，就好像是拎着把刀冲出来吼了，谁把我们家孩子带坏变成这样的，这是要算账我们就看一看国台办这篇文章的用词怎么说的，就是单方面破坏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。你看看，上来就把单方面3个字画出来了，这3个字是要划线的，这是动武的重要理由之一单方面改变现状，用这个罪名就可以给很多国家一个理由，你别插嘴。再仔细看，隶属了民进党一堆的这个罪名施政无能、造谣有术、打击异己、钳制言论、欺骗民众、操纵舆论，甚至是阻挠大陆疫苗入岛和民间疫苗采购，致使今日之台湾疫情蔓延、水旱叠加、能源紧缺、空污弥漫、莱猪出台、黑套乱政、权钱交易、人祸不断、民生哀怨、绿色恐怖横行，民众道路以目，已造成天怒人怨。他们有何面目继续奢谈民主自由，以欺骗世人？这块遮羞布早就应该丢进台湾海峡了。这么长一段文字这么多这个4个字的词儿听出什么味儿没有？这在古代这么一篇文章写出来，这叫吊民伐罪了。隶属罪名之后，就要起兵讨伐了，师出有名再加上你看7·1晚会，很多人说7·1晚会这特别好看，特别过瘾。这两天一看，很多朋友在下载呢，找种子呢，下片子要高清。要什么片子？一看就是晚会的，要4K 的。尤其最后那个场景就是强军战歌那段嘛，直升机一出现，然后坦克装甲车辆直接开上舞台。你以前见过中国哪次演出这么搞的呀？这个场景体现的是什么？谁会看不懂这白天刚说完。前几天呢，跟台湾的朋友在微信上聊天，就说到台湾的未来问题。我们俩一起聊就说到这个台独思想这个事儿，就是我们都说台独思想，包括这些人台独那批人就像一条快沉的船，就等着最后大陆给他俩鱼雷，把他彻底送到海底完事儿。只不过呢，这条船上还有些人是被欺骗、被愚弄，有些是被裹挟的。这些人还可以救，还应该好好活着。今天呢，我还看了一个视频，是一个台湾的小女孩站在中国的一个城市，我也不知道是哪儿，看着有点像重庆。看这个夜景，说这个夜景多漂亮，这个夜景太棒了，说我在这里边可以自由的走动，不受任何限制。全世界疫情这么严重，他在大陆这个城市也不用戴着口罩，可以在大街上自由往来欣赏这么美的夜景。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够这么安全。这小女孩抒发了很多情怀说了自己父母过得不好，人在台湾呢，连门都不敢出疫情太严重了。整个视频最后那个小女孩有点泪奔了，说了一句话：此生无悔入华夏，然后就站在建党100周年的这个一些标志面前，特别开心的笑着合影。这样的人能不救吗？但是我们也都同意了一点，要救人，但是这个时间也不能留得太久，不能无限迁就。所以听懂7·1讲话，看懂晚会，读懂国台办的战斗檄文，好好学一学那些在大陆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台湾年轻人。台湾岛上剩下那批人该好好想想了吧？离开台独那条破船，剩下的时间还多吗？好，关于国台办这次回应媒体的文章透露出了什么样的重要信息，我们今天就简单分析到这里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